Hello， 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其实我们这一期呢，就可以说一说杨紫和黄圣依没领证冲上了热搜第一。看网友们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个婚姻问题，对不对？网友呢就发现有很多点啊，比如说这个杨紫和黄圣依他俩在前期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知道结婚纪念日，对吧？这是一个点啊，这个很奇怪。一般我们夫妻来说的话，那一天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一天。而且纪念日有点多，哎，这哪边办酒哪边办酒，然后领证到底算哪一个？是不是？对对对，就像我们有3个结婚纪念日。梅姐，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杨总呢？我也不记得，两个都不记得。然后那个黄圣依呢，后来就不知道在民政局结婚和离婚是在一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网友就推测他其实没有去过民政局，对吧？我们没有过这样子，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其实没有说特别有仪式感的求婚啊，然后接受啊，然后婚礼啊这些东西，就一切好像来的就比较的顺其自然。黄圣依的妈妈也在原来的一个综艺里边说过，就是她是抱怨黄圣依的这个婚姻是不正常的。当时网友在问有什么不正常的，可能就是2口子老是争吵，对吧？然后老是拌嘴。但是这个不正常是从何而来的呢？哎，这个时候让网友给扒出来了，说他们2个可能压根儿就没领过证。其实我不是想说这一点啊，我是想说看看他们2个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想说杨紫看待孩子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因为2个人感情不好了，但是孩子还在呢，尤其是黄圣依还有2个孩子，对吧？黄圣依那个闺蜜啊，格格来的时候，然后杨紫那个时候嘴特别硬，就是说那就让狗去代替一个父亲的责任呗，对吧？让孩子跟狗一块长大呗，反正我也是跟狗一起长大的。人以前我跟我奶奶是好朋友，对，我跟狗是好朋友了。和狗走了，我就长大了。所以你认为谁能替代了爸爸？狗。就是一般来说，一个父亲啊，他可能会调侃老婆，会调侃别人，但是不太会这么去调侃孩子。有很多人说啊，那杨紫，那你肯定他就是自恋嘛，对吧？自恋型人格。其实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蔡明来了。蔡明来了之后呢，杨紫明确的表示，我每天晚饭的时候，只要孩子在家，我就会回到家里边跟孩子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我再走。陪着孩子滑雪，但是我是陪着孩子去，比如说我们晚饭的时候吃完晚饭我又走了。你多大官啊？吃饭时候啊，爸爸来了，哎，来宝贝儿，哎，爸爸走了，拜拜。就是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其实肯定不存在我不在乎这2个孩子。他跟他的前妻陶虹只有1个孩子，对吧？这边跟黄圣依有2个。照理说在数量上去看，在名气上去看，在很多方面看，在年龄大小上去看，他应该更喜欢黄圣依这边的这2个孩子才对。那为什么老是出现了这种就嘴硬说我就是不在乎这个孩子？其实以我的观察来看，就是黄圣依上这个综艺《再见爱人》，就是拿孩子在逼宫，就是咱俩感情怎么样已经无所谓了，但是你还有2个孩子呢，对不对？你得回家看孩子，我不能说是这个就跟了你半辈子，对吧？最后这个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也不来看孩子，你跟孩子没感情，然后什么东西啊，对吧？你都给前妻或者给前妻的那个孩子，这个是黄圣依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杨紫就是嘴硬，她就是不接受这种逼宫，对不对？你觉得呢？首先，你跟我说数量上或者是黄圣依的名气上，它有那个优势，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首先，我们假设他俩没有结婚的情况下，那么婚生子跟私生子可能在继承上是同等的权利的，但是他在这个家族里边的这个，我觉得尤其从年龄来说吧，他的大女儿是02年出生的，对吧？现在已经20多岁了，对。然后他的小儿子那都很小，儿子都还很小，都10来岁，10岁出头，对吧？太小了，太小了。就是你要从商人的这个利益出发也好，或者是从你因为你来就是拿2个儿子在夺利嘛，你不是在跟我说我只要父亲回家就够了，并不是要这个。如果只要这个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赢的。因为据我所知，你看他那个大女儿02年就出生，然后
杨紫跟黄圣依05年、06年开始就，对吧？就经常在荧幕里边出现了。对。然后他的前妻也去加拿大常年生活，其实他对他的大女儿估计感情也是很普通的了，因为谈不上很深情厚谊的。从情面上来说，他也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你非要说从继承人的角度来说，我就不赞同了。比如说何鸿燊他们家里边，女孩又怎样？你看何超琼，对吧？她也是女孩，因为她是老大，所以她从头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进入这个圈，唯独她的女儿不可以，必须嫁给徐景亨，对吧？就是相当于当时是棒打鸳鸯也要拆散她。但是呢，他女儿成长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对吧？那四姨太生的不比黄圣依多呀，四姨太手上拿的权力不比黄圣依大呀，她的内核的那个强大，那黄圣依能比吗？我都觉得，虽然你说居力很厉害啊，可能甚至何家的不一定有他们那么有钱。如果说我这个咱们瞎说哈，瞎闲聊，但是你从女性的她那个后宫女性的那个能量来说，那何家的那几个女的可都是不一样的。杨紫也没有，当然也没有赌王那么牛逼，我觉得是。再看华为，当家的也是大公主，下面难道没有别的孩子吗？也有，我觉得生下都没用。数量上你可能在分钱的时候，你可能有优势，比如说平分的话，你有2个你就多一点。但是你要说分股权，或者是甚至往上走到继承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优势。我觉得这个黄圣依啊，他就是现在有点着急了。你看他前妻的那个女儿已经考上哈佛了，对吧？18年就考上了，这会儿都毕业了。对，应该是毕业了啊。然后这个应该是也挺优秀的一个孩子。然后黄圣依，你现在他2个孩子还小呀，对吧？你只能去拿这种父爱去禁锢他。然后杨紫就咬死不承认，对吧？黄圣依肯定就想，这咋整？这怎么办？对吧？他就不停的在搞事情。所以这个节目里边有很多情绪。如果你拿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拿逼宫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可以理解，就是黄圣依他可能看起来跟杨紫应该是没什么感情了，但是比如说他会来来回回的生气，对吧？因为杨紫就是有时候去骂他呀，或者是对他说不好听的话呀，他会生气，但是杨紫稍微一哄，他转头就好，他那个情绪已经稳定的超级稳定了，知道吗？让别人看起来就说啊，你黄圣依怎么这么好哄啊？你这个东西杨紫根本就没改，然后你回头干什么呀？你不在乎是吗？对，其实我的观点就是他压根就不在乎这个，就是说，第一，表达我对你不满，有不满的地方，就是我对你生气了。第二，就是说我为了利益，我可以立马就这个情绪就转好，你稍微说几句话我就可以了，就没啥问题了，知道？只要你还肯来哄我，就说明你还在乎我和这2个孩子，是这种概念。我觉得黄圣依的这个书读到哪儿去了？就是他的这种套路啊，这种东西啊，特别像那个知否的那个林小娘的那个套路，就绑住了这个男人，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无论古今吧，哪怕尤其是现在女性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就是哪怕你看那个继承人的时候，男孩和女孩是可以掰手腕的，只要你足够强大，对吧？你下面那些弟弟妹妹们也动摇不了这个大姐的这个地位。但是你黄圣依还在拿这种温情这种东西去走，我觉得首先杨紫已经不是他也不是剧力的核心，所以你这个东西利益，我觉得除了钱以外，白搭。就是黄圣依他有2个点啊，一个是他年纪，就是他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黄圣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就是蔡明、倪萍说的，他这一点很对，他就是有点懒，就是不愿思考。然后在家里边呢，就是你给我接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行了。然后这个状态呢，你也不能说他懒，其实他还挺勤快的，他就是不停的直播呀，去演戏啊，演话剧啊，对不对？但是他最后反应啊，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他想要的还是那个最高的那个电影的这个艺术这个成就。但是呢，你在剧力影视你肯定达不到啊，对吧？当然我们其实看黄圣依在这个综艺里边，就是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杨紫不是没有考虑继承人的问题，这个东西才是他俩现在主要矛盾点。杨紫说过啊，就是我身后事，我可以完全信任的交给黄圣依去打理，对不对？我很信任他。那个时候黄圣依呢，表现的是非常感动，
他没有表现出嘲讽啊，或者说轻蔑啊，或者什么，他表现的是真的很感动，他真的是就是啊，你对我这么信任啊，原来是不是？第一可能是在演戏，就是说对不对？拿这个东西去拿捏杨紫啊，我就是说啊，反正你对我信任就行啊，其他的咱就甭说了，对吧？第二呢，可能他真的是感动，为什么呀？因为从这段里边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啊，杨紫的资产应该还是黄圣依能看上的，应该不会是非常少，就像网友说的啊，现在是个空壳，应该不是这样，黄圣依是能看上这一块的，所以说他现在还是尽力的在拿孩子去挽回这个杨紫这段感情。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可能确实就是如果说他俩没领婚没领证的话，没结婚的话，那他其实法律上杨紫没必要这么做，对不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可能他就是会觉得还不错这个事儿。我觉得观察起来啊，你就只能这么去想。黄圣依现在啊，就说老娘这已经陪了你半辈子了，你不能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对不对？一定，他现在的趋势呢，可能是趋向于人家杨紫已经趋向于那个大孩子了，对吧？大点的女儿，然后最后一搏了，基本上就是拿着这个综艺节目，然后让全国观众都知道这些事儿，然后呢，就是说赶紧回归这个家庭吧，回来看看孩子吧，是这种概念。黄圣依的这个感动让我想起了当时看《鲁豫有约》的时候，那四姨太也是一脸感动的说：“哎呀，何先生交给我那个一些任务，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完成，哪怕那些任务是帮助他的前面那几房的太太买东西啊，干嘛帮他们办事啊，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执行，并且何先生能够这么信任我，我是非常的高兴的。这种啊，我觉得这种思维可能也不需要把它想得太谄媚，就是利己嘛，对吧？对，就是唯利益论。但是我很不喜欢黄圣依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他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丢掉了，总是试图去够一些自己其实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够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其实各方面也没有那么弱，成天被杨紫瞧不起啊。咱们从百科里面了解到，这个杨紫的前妻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对啊，而且是剧力的董事之一，是吧？对。但是黄圣依呢，在剧力里面基本上除了剧力影视单独这一支曾经给过他一些些微的看起来的权利以外，我没看到他实际上的一个利益的。而且这些年从黄圣依的资源而言，也没有看到他剧力有给他很好的一些资源，甚至不如人家那个赵丽颖当年就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这个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黄圣依他走错了点，他就搞宫斗去了，他搞这种小心眼去了，他应该把自己的这个能抓住的东西好好钻研一下。你看他真是就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碎，就是你看他家里边，你比如说他说他姥爷是清华毕业的，对吧？然后说他爸爸也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妈妈是资深编辑啊，包括他有一个表舅还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经济学家啊。然后呢，我看到他妈妈跟他的一些互动，包括那个杨紫跟黄圣依妈妈的一些互动，其实能感受出来，我觉得黄圣依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加强版的杨紫。那他比杨紫可能说多了，杨紫属于那种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又说不透的那种人，他可能读书还是不够多。但黄圣依的妈妈就非常优秀，而且是人家读书读的很多的，就是信手拈来，就是觉得让他去说杨紫啊跟玩儿似的，而且他非常瞧不起杨紫，你能感觉出来他很瞧不起，死看不上这个姑爷。有钱可能在有文人风骨的一些人呀，你有钱在我这压根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优点。对啊。黄圣依呢，从小是被一个很严厉的家庭这种管控起来长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综艺里面，他在那个节目里面放出了他在一整面墙的那个一个清单，自己的一周里面的所有的时间表，精确到就是说你做一个什么瑜伽动作，做半个小时之内这种细节，做什么动作哪个部位的动作都写得非常细，你就能看出他是在怎么样一个条件，怎样一个管控的一个条件下成长出来的一个内核，其实就是非常空。为什么说他非常空？你说他懒吧，他又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非常的规律，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自驱性，都是别人给你安排。对，他对自己的发展是懒得思考的，但是不代表他这个人懒，他生这个人活还是很对，精彩的，他还是很勤快的。但是他对事业呀，对这种正事儿，所谓的就是像学习，但小时候是学习，对吧？当时他好像是考了那个交大附中。而且他可能是
据说吧，当年是有实力去追求一个正常，像他家里边期待的那种通过文化课考出一个什么成绩的，但他非要去学表演，家里也没有拗过他，他就去学表演了。当然了，他长得还是很漂亮的，有了一定的成绩。可是刚有一定成绩，你看他又干嘛了？让杨紫拐走了。成绩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当年他演了那个功夫，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周星驰对这个钱这方面还是比较抠门的，所以黄圣依他就肯定是感觉到功夫我也没挣多少钱，然后在未来几年我可能还要白给周星驰打几年工。虽然周星驰把他那个名气给弄起来了，但是钱上他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急需有一个人去把他挖出来，然后支持他出来跳槽出来，他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那个时候恰好又遇到了这个杨紫，05年好像他俩认识了，对吧？04年是功夫嘛，05年的时候他就跟杨紫认识了，然后杨紫呢其实也是花光了身家在帮他把这个从他那个星辉公司给他赎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动了这个东西，对吧？因为他在未来的几年，他其实黄圣依有名气，但是没钱。杨紫呢那个时候有点小钱，但是没名气，他想混娱乐圈，对吧？所以两个人可能就一拍即合，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当时是这种情况。后来呢，就阴差阳错，反正这个一辈子就是走了半辈子了吧。两个急功近利的人，对，就是两个人走了半辈子，然后就是分分合合。其实两人感情有多深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利益上，你已经分不开了。所以是在这个综艺上，我们看到两个人奇奇怪怪的这种情感纠葛。当然，具体以后怎么决定的，那就要看黄圣依自己来去做这个决定了。那网友们劝这个也劝不了，对吧？我感觉像杨紫这样的一个，其实看不太清楚吧。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给我最直观的，就是我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讨厌，太啰嗦了。不是，就是你太唠叨，你甚至会。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一个就是这种收入的人群，怎么会去鄙视一个亿万富翁？但是我从由衷的去有点鄙视他，尤其他那个新播出来的那一期，围着那个星走的那一块，你知道吧？我走那边吧，你走这边吧。他说陷进去了，你就按着。啊，你不要尝试了呀，人家已经走过一遍了。对呀，声音别听他的。那个黄圣依没跟他走，其实当下我倒是觉得，如果黄圣依像你所说的，应该他在拉拢杨紫，在挽留杨紫的情况下，如果是我当下我要挽留这个人，或者是我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我是会跟着他走的，哪怕只要那个地方不会摔死我，我就会去。他没想到，但是他反而又不去。他没想到你是这么着围着那个湖走，还是这么着围着那个湖，有什么区别？对，那谁知道杨紫他一直这么唠叨。你觉得像不像个唐僧？他俩在一起20年，咱俩在一起20年，我就知道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那一天会是什么反应，对不对？那不一定，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就是那一天，不，可能他就杨紫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他居然当下驳他面子，所以杨紫就完了，那一上午就念死他了。对，你没看是李行亮留几手。麦琳葛西就说别说，因为大家坐在那里也没啥事儿干，就老听他这么说唠叨。我觉得这就是黄圣依招人的，就是当有一个小嘈杂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坚定地选择了跟我背道而驰，这是生活的方向。哎，亮亮有个小助攻，你就很坚定，这是不对的。但没有觉得黄圣依错，杨紫肯定是错的，但是你都想跟人家和好，你都想要去挽回的话，你就向着他嘛，那你要有所行动。你会发现黄圣依就是该拧的地方，就有些地方该摆姿态的地方他不摆。像这种走路这种事情，其实跟我就是无所谓的事儿，我觉得这可以让着你。但比如说什么事呢？就是你在别人面前埋汰我也好，或者发脾气也好，贬低我也好，那个我是会发飙的，对吧？会很难哄的。但是你说我们走这条路，明明知道那条可能远呀，或者不好走啊，但是别人都在说啊，你们别走。我可能会觉得，如果你坚定的要走的话，我觉得那我就跟他走吧。这个事儿不是黄圣依发飙，他也没发飙，他就是说觉得你那个地方有点危险，然后从这边绕过去而已。他没想到，对不对？这个东西谁能想到？我怎么走这个事儿，你还能管着我？所以当然这里虽然我是说，如果我想要跟这个人好的情况下会这么选，但是前提啊，这个人不能是杨紫。首先，我这一期里面杨紫，哎呀，把我念的呀。我就特别想替黄圣依说，你都对，你都好，你都是对的，你是无比正确，好不好？你别说了，闭嘴吧。没有一个人让他闭嘴呀。
他一直在那里说，就跟那个《大话西游》里的那个唐僧一样，一直在那里念叨，然后闹别扭，然后黄圣依哄他，他好像还跟个50岁的小孩在那里还挺高兴啊什么之类的，他俩演什么呀？我就是感觉他年纪大了，你还想着想着留几手跟他们宣布，我明天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宣布一下，然后杨子站在后面，愣着看着，那飘屏又炸了，好像一个无助的老年人，然后站在那里发愣。我明天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明天我们集体讨论的时候我来发表，希望大家能给出一些真诚的建议，不要敷衍，不要那个嘻嘻哈哈。他遇到的都是天赋型的选手。对，心想你们这其他2队的剧本是在哪买的？我怎么没碰到这么好的剧本？好不容易麦林那个事儿过去了，然后后半段怎么变成你留几手的了？然后站那都愣了。所以关于你之前对杨紫的一些推测也好，或者她的资产的一些调查也好，什么之类的哈，说起那么厉害，即便你看有这么大的一个光环加身，都没有办法改变他讨厌的这个本质，这个人得多讨厌。所以我很难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哎，你们这些就是底层的人，怎么还去揣测他们呀？对呀，我就很好奇，就是如果上层社会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在下面。